玉皇大帝主持的安天大会上，有一份神仙名单，玉帝传旨，急着雷部众神，分头请3卿、4御、5老、6司、7元、8极、9要、10都，千真万圣来此赴会，同谢福恩。又命4大天师、9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、太玄宝宫、洞阳玉馆，请如来高坐7宝灵台，吊设各班座位，安排龙肝凤髓、玉叶蟠桃。《西游记》是文学作品，虽然进行了艺术加工，但是其中大部分的神仙都是来自于道教神话体系。道教神仙众多，基本上老百姓熟知的神仙都能在道教神系里找到，大到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，小到土地公、门神、风神、雨神，都属于道教神系。神仙太多，按照等级高低，有天尊、大帝、帝君、真君等不同的神仙尊号。总的来说，像天尊、大帝属于品阶较高的神仙了，极道至尊，至尊至极，故名天尊。3清天尊就是道教神系里的最高神。本期就来说说道教神话里的10位大帝，除了玉皇大帝，你还知道哪些？玉皇大帝，玉皇，非一天之尊，乃万天之主，三教之宗，最上无极大天尊，玄虚苍穹高上帝。玉皇大帝由3清祖气所化，居于紫金阙太微玉清宫，执掌3界劫运，绝卧帝座，统御万神，掌管3界10方、4生6道的一切阴阳祸福。玉帝在修行时，先历经2400劫，又经历3200劫，始证金仙，又经1劫，始证玉帝。紫微大帝，道教神话里3清天尊和玉皇大帝是地位最高的4位神仙，排在他们之后的就是紫微大帝。紫微大帝源于古人对于北极星的信仰崇拜，北极星是众星之中地位最为尊贵的一颗，封建时代的帝王都以紫微为尊，比如我们熟悉的紫禁城，它的命名就是来源于紫微星。紫微大帝为万星之主，执掌天经地纬，以率日月星辰和山川诸神及40节气等自然现象，能呼风唤雨，一使雷电。真武大帝，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，又圣真君玄天上帝，民间称为真武荡魔大帝。真武大帝统御北方之地，因北方在5行之中属水，也被称为水神。道教神话里的真武大帝地位相当重要，与天蓬元帅、天游元帅和义圣元帅构成了北极4圣。北极4圣统服3界群魔，下设丰都妖邪，令3界逆魔邪手不敢残害生灵。长生大帝，南极长生大帝又名玉清真王，居于神霄玉府，统领9霄36天，是神霄9辰大帝之首，也是南斗6星君的顶头上司。南极长生大帝并非民间传说中的南极仙翁或是老寿星，其地位远在他们之上。南极长生大帝执掌着人间的寿命祸福。勾陈大帝，勾陈上宫天皇大帝源于古人对于勾陈星的星辰崇拜。勾陈又称勾陈，是天上紫微垣中的星座名，靠近北极星，共有6颗星组成。勾陈大帝执掌直南北2极和天、地、人3才，并主管人世间的兵革战争之事。天官大帝、地官大帝、水官大帝。天官大帝、地官大帝、水官大帝合称3官大帝，又称上元1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，中元2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，下元3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。上元天官为上元1品赐福天官，结青、黄、白3气，至上元3宫。中元地官为中元2品赦罪地官，结元洞混灵之气，凝结黄之清而成。下元水官为下元3品解厄水官，结丰泽之气，凝陈浩之精而成。道教神话将3官大帝纳入神仙体系里，并且3官大帝也是由先天之气所化。东岳大帝，东岳大帝被道教尊称为东岳泰山天齐大生人圣大帝，又称泰山府君、东岳帝君等，是由泰山神格化而来的一位自然神祇。东岳大帝气应清阳，位尊镇位，独居中界，统摄万灵，掌人间善恶之权，司阴府是非之目，暗判72曹，行分36月，
惩奸伐恶，陆王助生，化形4月4天圣地，抚育陆河万物群生。清华大帝，清华大帝即东极清华大帝，又称太乙救苦天尊，简称太乙天尊、救苦天尊等。东极清华大帝为6御之一，由元始天尊的9阳之精气所化，道场位于东方长乐世界的妙严宫。太乙救苦天尊的圣号带有救苦2字，所以他的神职主要是为了掌握3界救苦之事，救度3界众生。太乙救苦天尊誓愿救度一切众生，并且具有天界考核群仙、人界寻声救苦、冥界救拔亡魂的3重功能。葛洪所著的《神仙传》里向世人道出了其中的真相。彭祖言：天上多尊官大神，新仙者位卑，所奉事者非一，但更劳苦，故不足意于登天，而指人间800余年也。就是说，凡人白日飞升，只是属于品阶很低的神仙，在天庭众多大佬面前简直是微不足道，不但身份卑微，还要做一些端茶送水的工作，哪有在凡间逍遥自在呀？彭祖的传说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天庭不养闲神，不管是3界至尊的玉皇大帝，还是地位最低的土地爷，都有各自的神职在身。有些神仙的辛苦超出了凡人的想象，甚至就连普天同庆的春节也要加班工作。在道教神话里，我们能很清楚地从神仙传记里看到他们的职责。玉皇大帝居于紫金阙太微玉清宫，执掌3界劫运，绝卧地座，统御万神，掌管3界十方、4生6道的一切阴阳祸福。排在玉皇大帝之后的4御，紫微大帝执掌天经地纬、日月星辰，同时也亦使雷电鬼神。南极长生大帝执掌人间的寿命祸福，勾陈上宫天皇大帝执掌直南北2极和天地人3才，后土皇帝之掌管山岳土地变化及诸山神地质，并节制劫运之事。此外，还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神仙。文昌帝君掌管天下的文运，财神爷是掌管财富的神仙，月老掌管着世间的姻缘，就连神职最小的土地爷也是执掌一方土地的大小事务，不但掌管着人类的生老病亡，还监管着此地的飞禽走兽。除了这些神仙之外，还有一些神仙的繁忙超出人们的想象。灶王爷在凡间每天都很忙碌，一直忙到腊月23，灶王爷准备回天庭述职，然后到了腊月25，又跟随玉皇大帝下界到凡间，继续新的1年的工作。6丁6甲神也是随时待命。《西游记》里，他们奉命保护唐僧。托塔李天王下界捉拿孙悟空时，6丁6甲也有参与。真武大帝下界降服6天魔王时，6丁6甲也跟着一起出征。总之非常辛苦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天庭的神仙除了要工作，还有天条律法的约束，不小心犯了错还会受到天罚。《西游记》里，天蓬元帅酒后调戏嫦娥仙子，结果被贬下凡间，成为了妖怪猪刚鬣。沙僧原本是玉皇大帝座下的卷帘大将，在蟠桃宴上失手打破琉璃盏，也被玉帝贬下凡间。天条律法非常严厉，大大小小的神仙都要严格遵守，不然千万年修来的道行一夜之间化为虚无。甚至还有一本专门记录神仙触犯天条该受到什么惩罚的书。犯了天条的神仙受到的惩罚大概有这样几种： 1. 杖，用棍子打； 2. 屠，做苦力； 3. 流放； 4. 真诀，是一种雷神执行的刑罚； 5. 处斩； 6. 分刑或灭刑，指魂魄打至灰飞烟灭，永远丧失了重新修炼的机会； 7. 贬下凡间，不管哪一条都是神仙们不希望遇到的。神仙不但要工作，还要遵守规章制度，妥妥地天庭打工神。神话传说中的天界被分为了36重天，由下至上依次为欲界6天、色界18天、无色界4天、四梵天、三清天和大罗天，其中的大罗天界是最高的一重天。神仙按照道行的高低分布在36重天之中，道行低的神仙处于最底层的天界里，也是没办法脱离轮回，
那要怎么办呢？就像玩游戏一样，打怪升级呗，历劫越多，就能升入更高的天界。总之，其中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，凡人也是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